你知道为什么一个描述未来世界的科幻电影却用古老的管风琴来做配乐吗？为什么在《黑暗骑士》的开头，大提琴反而听起来像是电吉他，而全面启动的铜管乐器却能和法国相送一起倒数计时呢？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位完全颠覆你想象的金奖配器大师，3大史诗配乐神作的背后人物 Hans Zimmer。被提名获奖无数的 Hans Zimmer 其实只赢过2座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狮子王》与2022年的《沙丘》。不知道为什么 Hans Zimmer 的音乐很容易让人想到贝多芬。贝多芬的音乐在早中晚3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贝多芬早期受到古典前人如海顿、莫扎特和巴哈的影响，在中期他开始打破传统，做出一连串的创举。到了晚期，他则写出升华超脱境界的未来音乐。相较之下， Hans Zimmer 也有早中晚3期的风格哦。从最早期的《狮子王》到后来的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我们可以明显听出他从以主旋律主导的传统配乐手法，进化为单一乐器或和弦的极简大师。在后期的作品，他的风格更深化地朝抽象实验的未来方向进行。1957年 Hans Zimmer 在法兰克福出生，从瑞士念寄宿学校到青少年时搬到英国去。Hans Zimmer 不仅是无师自通的配乐大神，他还擅长许多乐器，包含吉他、键盘，但被他发挥最出神入化的就是 synthesizer 合成器。电子音乐是他年轻时期的喜好，却没想到未来变成他创作电影配乐的垫脚石，也成为他最独特的风格标记。某天，雨人的导演 Barry Levinson 去 Hans Zimmer 的伦敦工作室敲门，他请他去美国为雨人配乐。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当然一口答应了。而雨人的配乐也获得 Hans Zimmer 第1座奥斯卡的提名，从此开启了他长达35年的好莱坞黄金岁月，并且在《狮子王》后得到空前的注目与巨片邀约，其中最轰动全球的就是《神鬼战士》Gladiator。公元180年，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即将驾崩，死前想将王位传给他的爱将 Maximus， 并由 Maximus 将大权还给元老院，让罗马恢复共和制度。然而，罗马皇帝那野心勃勃却游手好闲的儿子 Commodus 知道后，亲手宰了父亲，并且杀害 Maximus 的妻小。Maximus 流亡边疆，一夕之间，他从罗马大将军变成了奴隶。Maximus 被角斗士竞技商人 Proximo 收留，开始在竞技场大杀四方而名扬千里，甚至撼动罗马，就此展开他的复仇之路。在《狮子王》第1次拿到奥斯卡最佳配乐提名后， Hans Zimmer 接到《神鬼战士》这部让他进入好莱坞配乐殿堂的史诗巨作。就我个人的观察， Hans Zimmer 的早中晚3期的配乐风格可大致归类如下。第1层，他替画面配乐或者写一首非常清楚的主题曲，例如在《狮子王》Stampede 描述狮子王被动物踩踏狂奔的音乐片段。这种手法几乎是从卓别林之后到90年代之前所有配乐家的写法。第2层的写法，它转为从主角的内心世界放眼宏观电影核心而搭建出的音乐环境，例如《神鬼战士》的配乐。第3层也是最高层的抽象概念，它把所有具象的元素剥离，只勾勒出朦胧的音团来意会电影要表达的讯息，例如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沙丘等。Hans Zimmer 越后期的科幻超写实电影就越有这种风格哦。值得一提的是，
神鬼战士最令人注目的配乐新元素，就属哥德式摇滚女歌手 Lisa Gerrard 在这部电影中画龙点睛的表现。虽然 Hans Zimmer 在埃及王子已经和 Lisa 合作过，但当时的他只是现身演出。而在神鬼战士， Lisa 不仅亲自谱写、制作与演唱电影的许多歌曲，她还贡献了一种深沉、远古且民族风味浓厚的 style。Lisa Gerrard 吟唱的 Now We Are Free 堪称史上最出名的片尾曲之一，由幽灵深邃的吟唱转换到对生命充满光明希望，听过的人应该没有不被感动流泪的吧。而 The Earth 主题曲在电影中以不同的版本出现，但还是以 Lisa 创作出那股对宿命无奈、奴隶向往自由但被囚禁的心境最佳。要说 Hans Zimmer 最大的突破，就是利用庞大的管弦乐编制，在重使用铜管乐器。且听这两场大型战争场面的配乐 The Battle 与 Barbarian Horde。 这两段令人血脉喷张的音乐，和新古典作曲家的 Host 行星主曲中的火星有点相似，但是 Hans Zimmer 在管弦乐的力道处理与不断晋级的节奏，点燃了古罗马战争那股澎湃激昂的气势。值得注意的是，神鬼战士之后的 Hans Zimmer 仿佛开始对铜管乐器上瘾了，在后面的电影都会发现他几乎把配乐重心全部都放在金属乐器，并且由单一和弦开始朝极简音乐发展。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在全面启动里，人们很难分辨两者，就是因为梦境太多层了，有些很清晰，有些却很模糊。烧脑的科幻巨作《全面启动》大量使用完全对立的音乐风格当作非原创音乐与原创音乐的选择。这部电影配乐的成功是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和配乐家 Hans Zimmer 两人继蝙蝠侠系列之后搭建的默契而成。不仅在既有音乐的选择十分到位， Hans Zimmer 原创配乐的超现实但又具震撼冲击力的节奏音乐，将本来就复杂烧脑的情节堆成一整层复杂庞大的音乐建筑物体。全面启动有3个非常明显的风格元素。第一，开启原声带大多曲目中的钢琴独奏。第二，代表坠落不同梦境层的铜管乐器。其实这部片最惊人的就是在于配乐家疯狂的重本砸在铜管乐器上的编制，不管是法国号、长号、中号还是低音管都全部出动了。看全面启动的幕后配乐访问，现场竟然有超过21支低音管同时吹奏。The force when they were really blowing. You know, it's a physical force. You know, it hits you. 第3个元素就是那首提醒主角们要梦醒的法国香颂，我永不后悔。其实全面启动最核心的配乐动机很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它的核心动机 time 只有4个简单的音符，但是在整部配乐的构造中，它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就像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前4个音符那鬼魅般的不停地从其他地方用各种形式变形和重现。Hans Zimmer 这种命运的创作方式也被贝多芬后人布拉姆斯沿用，甚至布拉姆斯将这种动机发展的行为发扬光大，到另外发明了一个名词 Developing Variation 发展变奏。我们也可以拿华格纳的 Leitmotif 主题动机相提并论。总之，这些后辈作曲家几乎都是遵循贝多芬的命运，拿微小的动机不断延伸，
而创作出由简化繁的音乐大作。Half Remembered Dream 也是以4个音符构成主题动机哦，由钢琴开始，弦乐结尾，用铜管乐器加深戏剧紧凑度，而在中段还以另外一个主题曲暗暗逼近。整体的音乐风格就像是在描述人类潜意识中那匿藏不安的恐惧，在幻想与真实中他们的模糊不清。So we can be young men together again. Come back with me. Come back. 全面启动后，某天导演 Nolan 跑去 Hans Zimmer 的家敲门，他说：“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随后他拿出一堆信纸，希望 Hans Zimmer 能够根据这些内容写出一点音乐。Hans Zimmer 一看是导演写给女儿的信，因此他就在钢琴上随手弹了几个音符。没想到导演 Nolan 听完后叹了口气说：“唉，看来我是真的得拍这部片了。”然后他告诉 Hans Zimmer 这部片跟外太空有关。Hans Zimmer 听了却吓了一跳，但是我写的音乐完全不是给科幻片用的啊。Nolan 却告诉他：“你错了，我就是要用这个音乐，因为这部片不是科幻片，而是父女之情。”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在乍看星际效应的电影海报与名称，会以为这是一部科幻片，但事实上 Nolan 本来替这部片命名为给 Flora 的信。他在科幻背景中讲述相隔天地的父女。电影描述在地球即将毁灭的当下，一群探险家扛起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任务，越过已知的银河，在星际间寻找人类未来的可能性。当时地球的剧烈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农业，地球上的农作物难以种植。一队探险者作为拯救人类未来计划的成员，根据物理学家 Kip Thorne 的理论，突破科学极境，穿越虫洞进行时间旅行，到太空寻找可以种植的农作物。然而为了此任务，主角却得和女儿分离。虽然主角允诺回到地球看女儿，但此时的女儿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在星际效应中， Hans Zimmer 的极简风格可谓被发展的极致。他以小型的乐句延伸并堆积能量。虽然整部电影配乐是用电子与管弦乐主导，但所谓的大师就是不一样。Hans Zimmer 使用了一个非常令人意想不到的乐器——管风琴。它让单音能够膨胀至宽广厚实，并带出余音绕梁的气质，好像回荡在外太空那种无限荒凉的广大孤独感。其实管风琴很容易让人有一种宗教感，因此用这个乐器实在是一大险招。但奇怪的是，管风琴和电子音乐搭配竟然是如此的天衣无缝。这也是为什么看过这么多 Hans Zimmer 的电影，我深深觉得他真的是欧美配乐圈中最会配器的音乐家。对他而言，善用音色并大胆实验性的混合，让他的配乐功力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甚至除了音乐家，我更认为他像是一个追求细节完美但又大胆实验的科学家，你说呢？关于 Hans Zimmer 的配乐故事实在太多了，你还有哪些配乐是想听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会在未来细细分析哦。